长，我要求换个对手。什么理由？我不打女人，队长。马兰，助力！你跟我打。你不也是女人吗？如果你能打赢我的话，我给你3天假期。啊？你要是输了的话，我罚你扫1个月的厕所，包括女厕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队长。我输了！1938年，日本政府及日军方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政府停止抵抗，因此日本倾举国之力，孤注一掷，开始攻占武汉的计划。为缓解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压力，3月16日，在山西长治，八路军组织进行了牛头岭伏击战，发动对日军的攻击。大家快闪开！车队来了！啊，快闪开！快！团长，我团各营已经按照作战部署进入了伏击位置，772团和769团的部队也已经按照部署进入了各自的作战位置。好，通知各部队，必须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进行，在没有下达总攻击命令之前，不得暴露自己的行踪。这场战役取胜的关键，就是要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。特务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特务连已经到达陆河村，正在做战前准备。提醒王连长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离城的敌人，破坏赵店大桥，切断敌人的交通，确保主力部队歼击敌人。尤其是要约束好那个1排长李牧之，不能让他擅自行动，不能让敌人察觉到我们的战略意图。是。快，跟上，跟上，快！报告组，跟我走。排长，你说让咱们负责炸桥和监视敌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大材小用啊？什么大材小用？上面布置的任务，我们尽管执行就行了。赶紧抓紧时间把炸弹给布置了。是，报告组，
准备行动，走。隐蔽，隐蔽！抓紧时间布置，快！引爆装置都调试好了吗？放心好了，我准备了2套引爆装置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对了，排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引爆？等到3营的同志从大桥安全撤离之后再引爆。明白。这个位置很关键，要多增加。离职指挥部汇报情况。射击指令。通知团部，路程增援的敌人已出发。是。我是。明白。我们团一定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。路程增援的敌人已经出发，命令3营，一定要等牛头岭战役打响之后再撤出战斗。是。通知其他各营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给我接3营。瞧瞧，他们打得多热闹！
陈飞，听见打枪，心里不着急啊？有情况。是陆城日军的先头部队。按照时间推断，先头部队应该没这么快到啊。排长，咱们要不要阻击他们？就知道打，伏击还没开始，不能擅自行动。是。奇怪，看兵力也就是鬼子的一个小队，怎么会配备这么多军官？报告长官，前方有路障，加快速度，返回东阳关镇据点。嗨。哎，排长，按理说他们听到前方有战事，他们应该去支援的，为什么掉头走了？对呀，排长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埋伏在这里？别猜了，这支部队很可能是我们之前寻找的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军部队。这次发现他们了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可是上级的命令，我知道。安生，你带领2班、3班的战士，继续在这执行园丁任务。明浩，到，你去把1班的同志叫过来。是，明白。你有什么计划？离这最近的据点是东阳关镇据点。你的意思是，在战斗开始前，他们就从这儿出发了？没错，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快得到消息。我们可以抄近道，在子镇村这儿截住他们。这地势对我们有优势，容易设伏。我明白了。牛头岭进行大伏击，我们在子镇村弄个小的。没错。队伍集合完毕了，出发。是。连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排长呢？排长他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支支吾吾的？人呢？是，排长让我留在这执行园丁任务，他带着1班队伍去追日本小分队去了。这个李牧之，他又擅离职守。
这场仗打完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走，走。我们最多只有5分钟的时间进行准备。老规矩，我打当头，我记敌位。好。排长，怎么布置？让同志们在两侧设伏。啊！枪声响起后，第一时间向敌人的车辆投掷手榴弹。是。务必在第1轮时间里，尽量多消灭敌人。还有，告诉大伙儿，敌军很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。如果他们使用的话，看我的手势，撤往上风方向。是。来，叶排长，跟我走。给我打，消灭他们！头血兵，头血兵，头血兵，马上通知师团部，请求紧急支援，快！大家，快，来，停下！快，大家，快走，快！同志们，绝对不能让敌人渡过河了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侦查员报告，东阳关镇据守的日伪军也全员出动了。这个据点的日伪军加起来也就100来人，他们赶往牛头岭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他们不是赶往牛头岭，是往黎城方向。黎城？攻击黎城的部队不是已经撤出战斗了吗？他们怎么还往黎城进发？
敌城的守敌突然集中力量攻打我阻击部队，意图架桥渡河，很有些亡命的架势啊。我看，这一地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才会使日军如此亡命的行动。有一个情况，本来是想战役结束之后再向您汇报的。什么情况？特务连王连长汇报说，一排排长李牧之擅自分兵，让一个班长代替职责，他自己则带领一个班的兵力去追击一个可疑的日军车队。我在想，日军的这些行为会不会与这件事有联系？命令，预备队1连，阻击东阳关镇的日军。是。3营，抽调一个连队协助特务连，守住防线。是。另外，抽调一个连队前往子镇村，增援李牧之。是。子镇村，错不了。如果李牧之想要伏击一支小型的日本车队，这里是最理想的伏击地点。执行命令吧。是。别发射秘密武器！来，快去！现在可以。海军，海军，海军，海军！是毒气弹，快注意隐蔽！连号啊！通知增援部队小心敌人的毒气弹。是，同志们，撤！给我打！连号，告诉他，只要老老实实投降，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。是，投降すれば
白隊はしないぞ。不倒！该死的日本人！这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怎么样？死不悔改的法西斯！你们看，小鬼子这毒气弹真厉害。如果不是增援部队及时赶到的话，他们就都跑了。虽然歼灭了敌人，但是我们很多战士受到了毒气的伤害。是啊，不过万一让他们跑了，会对我们部队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林浩，走，你让一班的战士把这些纸片都收集起来。排长，你要这些纸片干什么呀？这个日本军官舍命都要保护这个文件夹，里面肯定藏有很重要的内容。快，是。快传过来！这边住！护士！护士！快！大家排队！哎，小夏，小夏，让一让！站住！快！再忍耐一下！快，台里边的，快！当家！医生！同志，再坚持一下啊！再坚持一下！医生不能要的！来了，这是最后的了！快，同志！这边！护士，快这边！他不行了！这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也太严重了吧！别打扰医生。压住！止血！给2连长包扎吧。好，医生，来。给你。别动，这回保不住了！没事，快！医生，2连长的伤势怎么样？啊，毒气对他的视网膜和神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恐怕没有办法让他恢复视力了。啊！是来了。医生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办法。是，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。小人呀，快！连长让排长过去，排长他人呢？哎呀，团长让排长去当团部。团部啊！你擅自行动的理由是什么？团长，之前团里曾经让我们追踪这支携带化学武器作战的日军队伍，可是对方很狡猾，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。这次在战场上，我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他们的踪迹。如果不立即进行追踪和袭击的话，肯定会错失这次良机。攻击他们的行动是在总攻开始后进行的。我在离开陆河伏击点前，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，确保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。未经上级同意，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位置，这不是擅自行动，是什么？报告团长，我只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战术调整。当时的情况，如果向连长汇报，肯定会贻误战机。实际上，我们到达埋伏的地点只比敌人早了5分钟。您曾经对特务连做过指示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可以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判断。你小子倒打一耙，竟然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。好，违反纪律这件事情暂且不说，我问你，你对你要伏击的敌人了解多少？是不是应该在行动之前安排人员向上级汇报？如果不是部队阻击东阳关镇的日军，如果不是3营2连及时赶到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你想过没有？想过。想过。林木之，你以一个班的兵力去伏击数倍于自己的敌人，谁给你这个胆子？是团长您。好，我倒是要听听，我是怎么给你这个胆子的。团长，牛头岭伏击战一打响，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。虽然我们的兵力不及敌人，但是我们占据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我那边的战士一起，相信您很快就会得到情报。只不过我没有想到，敌人的汽车上
竟然装有防护板，让他们有机会使用了化学武器。我们的部队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。这是我的错，低估了敌人。岂止是低估，由于你的冒失，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。我愿意接受上级的处罚，但是团长，敌人的化学武器确实很厉害。我建议给战士们普及一些化学武器的基础知识，再有这样的情况，可以降低我们的损失。这些组织上会有安排的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检讨自己的错误，听候处分。报告，进来。你来的正好，把李牧之给我带回去，关禁闭，听候处分。是。一不留神你就犯错误，你小子就是欠收拾，赶紧走。团长，那些残留的文件里有什么线索吗？哼，你小子关心的事儿还不少啊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文件已经送往师情报处进行分析了。那这些文件一定很有价值。是啊，师情报处的人都说了。就这么办吧。王连长，赶紧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是，赶紧走。跟前面说一下，我会交代下去的。把残片倒出来。进来。大佐，108师团发来急电。108师团是不是关于山崎实验分队的消息？山崎少佐及一体官兵全部玉碎。怎么会是这样子？八路军在牛头岭一带对我军伏击。山崎少佐带领实验分队进入了敌人的攻击范围。援兵的，我已经跟108师团长说好了，只要山崎分队遇到什么问题，他们会全力进行救援的。所有的救兵都遭受到了伏击，当他们赶到时，一切为时已晚。那你说？估计还有文件的损失情况怎么样？所有的物资都被八路军一扫而空。山崎少佐临终前引爆了手雷，炸毁了文件。那还可以。那样的话，敌人只知道有这样的一支部队存在，并不会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文件的碎片，敌人会不会？给我接关东军司令部，我要找织田将军，或是田中信一大佐。将军阁下，属下田中信一，我想向您申请实施第2套方案。所有恢复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吗？报告处长，全部在这里了。另外，我们将翻译好的文字都抄录了下来。文件损毁得很严重，我们尽力修复了，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缺失，无法完全破解。封印，这也是文件上残存的文字，我们分析应该是代号或者特指什么型号的武器之类。这样吧，把所有的情报都上报前总情报处
和中央联络局。是。田中大佐，既然你的真实身份是516部队的军事长官，又接任了风影计划的具体实施，为什么一直对我隐瞒，到现在才给我看这份文件？请将军见谅。风影计划是由大本营和关东军司令部共同制定的绝密计划，不向您透露，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。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，我在离开上海之前，我不会向你透露我的真实身份。你对我也不信任？将军阁下，请您别误会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我不希望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将军阁下，你如果不知情的话，那么风影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跟你没有关系的。就比如说这次出现的意外，您不需要担任何的干系。那么，迫使田中君尽早的向我袒露身份的意外究竟是什么？负责在山西进行实验的山区分队，他们遭到了八路军的袭击。虽然这个没有完全的确定，但是风影计划的情报有可能是被中国军队破解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破坏行动。为了保证风影计划的安全顺利进行，我需要川岛将军的全方面的支持。如果有关东军和大本营的命令，我当然会支持。我会立刻命令特高科的李元浩科长全力支持你。多谢将军阁下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需要知道风影计划的全部内容。这是自然。不过这些内容仅限于川岛将军还有李元浩科长二人知道。谁？哎呦，我安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都是革命同志嘛，我看看啊。好，行，去吧。谢谢。快！排长！排长！快！我这关禁闭呢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排长，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怕你受委屈，过来安慰安慰你啊。就是，这次确实让排长受委屈了。你说咱们这次这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歼灭了敌人一个小队，还缴获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上级不给嘉奖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让您关上禁闭了呢？行了，别啰嗦了。受伤的同志们怎么样了？有2位同志伤得太重了，救不过来了。还有很多同志眼睛都受到了伤害。二连长他可能以后再也看不见了。赵局叫我过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中共方面传来重要情报。中共方面，情报科的人员正在里面等候，他们会向您汇报具体情况。来了，快点，大哥。往哪？没问题吧？哇，连长叫你。小72。哎，这都3天了，怎么还不解除排长的禁闭啊？嗨，谁知道啊？
尚处长，请。来，这边请。哎，你说这排长不会有事儿吧？啊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师情报处处长尚汉杰同志，他有事情要找你谈。首长好。二位领导，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你们将就在这儿坐会儿吧。哼，这名门望族出身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身处这样简陋的地方，这气度依然从容啊。首长您过奖了，我父亲只是一位教书先生，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。李子木。报告首长，我叫李牧之，不叫李子木。你就不要再隐瞒了，你的真实身份，其实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。你的父亲李天林是上海著名的金融实业大亨，他还是一名爱国商人，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了不少的贡献。看来组织上已经调查了我的过去。组织上把你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当然需要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。你以为你还能真瞒得住我们呢？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，你是因为你有一个在伪政府工作供职的哥哥李子航，所以呢，你怕大家都误解你，对吧？有这样一个汉奸哥哥，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不过我要向二位首长澄清，我和他早就已经划清了界限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除了这件事情，我并没有对组织有任何隐瞒。对他，对国家，我是绝对忠诚的。这个我们都相信，从你在战场上的表现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团长，二连长的眼睛。这次日军使用的毒气毒害性很大，二连长还有几个中毒严重的战士，眼睛都已经失明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尚处长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你说排长不会有事儿吧？啊？不是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事儿啊？哎呀，你伏击的这支携带化学武器的日本队伍，经查明，是日军516部队派遣的一支实验小分队。而截获的那些文件，经师部的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分析整合，确定目前日军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化学武器研制的重要计划，名叫“风影计划”。经过情报核实，这个风影计划的总部就设在上海。停！浩瑞，入列。马兰，张大力，出列。是。队长，我要求换个对手。什么理由？我不打女人，队长。马兰，入列。你跟我打。你不也是女人吗？如果你能打赢我的话，我给你3天假期。啊？
你要是输了的话，我罚你扫1个月的厕所，包括女厕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队长。我输了！记住，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敌人，没有男女的分别。如果你轻视你的对手，那么受伤牺牲的就是你们自己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林教官，有紧急命令。你们自己加练一会儿，走。情报大家都看过了，大家对日军这个风影计划有什么见解呀？初座，我们也一直在搜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情报，他们的总部设立在东北地区。虽然在之前的一些战役中，他们使用过化学武器，但是顾及国际舆论，目前已经都停止了。但是这份情报却显示，日军要在武汉会战的时候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武器，而且总部就设在上海。我对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表示怀疑。如果风影计划的总部设在上海，为什么我们上海站的人员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呢？我倒不这么认为。说。我们都知道，日军一直在进行生化武器方面的研究，但是研究到哪一步，我们没有消息。根据中共的情报，风影计划是一个缜密完备的计划。如果日军想要在攻打武汉方面使用化学武器，上海无疑是最佳的运输和制作地点。况且，日军想要在研发方面有所突破，必然需要新的原料，而这正是上海的优势所在。所以，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探讨情报的准确性，而应该想的是如何粉碎敌人的风影计划。林双，看来你很相信共产党。不要偷换概念，我相信的是共产党的情报。请不要把我的话往政治方面牵扯。风影计划是针对武汉战役制定的。我想，共产党给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也是为了让我们共御外敌。好了，情报的准确性毋庸置疑。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能力，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清楚。如果一旦日军的化学武器达到了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程度，会对我们的作战造成很大的威胁。命令上海站全力搜集日军化学武器的研究情报，具体行动由第一行动小组组长唐顺之负责。处座，我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我申请前往上海执行破坏日军风影计划的任务。唐顺之在上海屡立战功，我相信他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。好了，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？处座，我希望您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我的请求。
我知道，你不满作为一名教官，一心想要到前线杀敌立功。可是唐顺之是上海站站长的嫡系，你又是我的学生，贸然让你去接替他指挥，只会让人认为我们是在抢功啊，占地盘。我只是认为我更适合这项任务。光有革命热情是不够的，还要有政治头脑。不妨让唐顺之他们先行动着，成功了，我们为之鼓掌；失败了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他的职务。我在上海站还没有嫡系人员，你去了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。啊，对了，以后在众人面前谈论共产党的时候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辞。我。好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这儿离团部也不远，我们把你送过去再回去也不迟啊。排长的话就是命令，别说了，服从命令，保重。多保重。进来。129师771团特务连排长李子木前来报道。来看看这个吧，这是上海配合你行动的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。前总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也给你提供了你离开上海期间的活动记录，有真有假，但是安排的天衣无缝，经得住敌人的考察。可是时间紧，你呀要尽快的入境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池。首长，这些资料给我2个小时时间就够了。哦，你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啊！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，从小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训练。太好了。本来呢，我还一直担心时间不够，啊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今天晚上准备一下，明早就出发。是。哎，切记，回到上海后，一定不要意气用事。首长放心，一切为了国家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。可以了。田中君，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让你专程跑一趟，真是对不起。田中君，这里应该就是你的研制场所吧？哦，李彦君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化工厂的生产物品本来就有一股刺鼻的异味，足以掩盖化学原料的存在。厂房的大小也能够满足你实验的需要。况且，周边的百姓来往的很少，
你做的很有隐蔽性。连李元军都这样认为了，那么敌人肯定会有同样的判断。难道不是？以前是，现在是我为抗日分子准备的一个坟墓。哦，我们到里面详谈吧。来，宋本军，我们在外面等候。李元军怎么了？田州军，如果是化学试剂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防护？李元军不必紧张，这些都是未经混合的原料，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。他们佩戴防护器具，只是为了给外人看的。哦，田州军，那你刚才所说的坟墓是什么意思？我的风云计划情报泄露之后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都会安排人员前来进行破坏。这些抗日分子无处不在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。在恰当的时候，我会主动抛出诱饵，吸引他们前来。这时，既可以给予他们正常，又可以给他们造成风云计划的中枢被破坏的假象。田中军，你做事过于小心了。接到川岛将军的命令后，特高课已经对上海所有的电台进行了暂停，目前没有发现敌人任何关于风影计划的讯息。以我所见，风影计划的情报是否泄露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我们不能再有轻敌的念头。最近，在牛头岭发生的战斗，我们被装备远逊我们的八路军攻打得损失惨重，我们的3期实验分队全部玉碎。要不是太过轻敌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田中军，你别忘了，这里是上海，完全由我军掌控，我有能力保证你及你所统辖县市的安全。我相信你的能力。但是，李元军，敌暗我明，所以多做些防备是应该的。拜托，李元军，命令所辖的人员要严密监测敌人的动向，凡是查到有关于风云计划的任何消息，请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请放心，我一定照办。好。现在时局动荡，先生，里面请。先生，您要点些什么？我等人，先来杯咖啡，不加糖。您稍等。啊，来，干杯。失陪一下，哎，好，没关系。你干什么你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帮你擦一下。哎，行了，行行行，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。
唐先生回来了，辛苦你了。多谢唐先生。哎，唐先生，有贵客来访。王科长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有重要作战任务，情况比较复杂，站长安排我亲自过来交代清楚。坐下说。啊。站长命令，你所在小组暂时暂停一切行动，全力以赴查找破坏日军封印计划的总部所在，并将其予以彻底摧毁。封印计划？这是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，看完你就明白了。站长命令你务必完成这项任务，不仅关乎国家，更关乎上海站的地位和名声。邵处长，我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困难，组织上为什么选择我？因为你有一个在伪政府物资供应处当处长的哥哥，你用这个做掩护，能够尽快的了解到这个封印计划的总部所在。上海和浙东游击队的同志会帮助你一块儿去把它彻底摧毁。这次行动的名字就叫做追风行动。是。别动！再动就要了你的命。现在我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，要是敢不老实的话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所。好，你问吧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一直跟踪我？我奉命保护你安全前往上海，李子木，我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向我表明身份，而要一直鬼鬼祟祟地跟踪我？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上级要求暗中保护，而且要借此观察一下你的反侦察能力。如果你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我跟踪的话，到了上海之后，就让我通知你取消行动。取消行动？什么行动？上级没有告诉我，只告诉了我通知你取消行动的暗号：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。
这里住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回来，我们换个地方进行详谈。不必了，今天一早我就和这儿的人换了房间，只不过你没有察觉而已。其实我上船以后不久，就发现你行踪可疑，只不过你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，所以我就佯作不知。上级领导还担心你敌后斗争经验不足，现在看来，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。你的这些安排，我竟然毫不知情。小时候，我父亲担心我们被绑架，所以从小就对我进行严格的训练。既然这样，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后面我们将不再联系。上海的情况危险复杂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同志，保重。你也保重。科长，有重要情报。走，快！这个鲜花，鲜花买一个。哎，这个看看嘛。哎，鲜花嘞，看看鲜花。哎，谢谢啊。介绍看看鲜花。 好的。各组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弟兄们已经对起初日军驻地加强了监视，但是并没有发现运输车或者生产化学武器的迹象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我们负责监视日军的起初制造工厂，可是他们的防护很严密，我们根本无法进行确认。无法确认就等于没有任何线索。警察局的内线呢？ 有情报吗？日本人根本就没让他们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。都好几天过去了，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？难道是我们侦查的方向有问题？武汉方面来电，让加快寻找风影计划的线索。 组长，上峰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，站长希望我们尽快取得战果，不希望让其他长官说三道四。通知所有弟兄们，发动一切关系和人员，全力以赴搜索关于风影计划的线索，对发现线索者奖励金条2根，有重大贡献者，官升1级。是。 李远科长，我冒昧的问你一句：得到的情报是可靠的吗？这是我们安插在武汉内部的密探火柴盒提供的情报，绝对可靠。可惜电文的内容是，要催促上海的情报人员加快寻找红影计划的线索。这说明他们之前给情报人员下过命令了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情报呢？他的工作刚刚调动不久，之前他并没有机会接触类似的情报。为了他这份工作，我可是花了不少经费。看来上海站方面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线索。田中君，你的诱敌计划是不是应该暂时搁置了？不，趁我们的敌人立足未稳，现在正是打击他们的最好时候。为什么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的敌人除了上海站，还有上海的地下党，他们的行动目前一无所知。这样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们要先发制人，乱了他们的阵脚，这样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。到了，
我来份报纸。黄包车，哎，黄包车，队长您坐好了。上海的天气真不错，香港的天气也很好。能借你的报纸看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你的报纸，我快上车了。别客气。等一等，什么事？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有点晕船，在这坐一会儿。船票给我看一下。从香港来的？船票上写的很清楚。香港的船是今天到过。赶紧出港，不要停留。白衣服那个，过去看看。先生，需要坐车吗？你们干什么？这儿轮不到你问我，我问你干什么的？检查一下。是。拿别人东西要经过别人同意，你爸妈没教过你啊？别找不自在啊！这要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我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。倒是没什么违禁物品，那也要把他带回去严加审问。看他这一身扮相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。看来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！少废话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想打劫是吗？是又怎么样？我是警察，我是警察。啊，鬼才信呢！想抢我的东西没那么容易。啊！别动！别动！闪开！别动！别动！干什么呢？来了正好，这几个人是劫匪，给我带回去严加审讯。是。走，快走！欺负马上来！快走！走！让开！没犯什么事吧？他也没什么事儿。说吧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没人指使。我刚从香港回来，把你们误会成劫匪了。误会？跟谁误会呢？这身打扮还有身手，分明就是武汉派过来的情报员。没错，
到我们这儿还这么震惊。就算不是情报员，那也是地下党。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，那就别想出了这个门儿。你们两个要是现在把我放了，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种种的无理行为。怎么着啊？我们兄弟俩还得给你赔不是了？那今天我必须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了啊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严队长，怎么着？严队长，让你们出去找人，在这儿干嘛呢？审犯人呢？审犯人？二少爷，怎么了？这真的是你啊？严小丽，哼，你小子现在出息了，看样子升官了。你们两个惹大祸了。二少爷，谁呀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怎么会被抓到这儿来了？啊？这你得问你这俩兄弟啊。你说你们俩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是不是可以先走了？哎，别，是这样，李处长特别交代过，一旦发现您的消息啊，立马就向他汇报。你说他这要是怪罪下来，我这横竖我也是回自己家，不跟他说也没关系。他要是怪罪下来，你就推我身上。哎，别，您看这样行吧？我给李处长打个电话，看看他什么意思。哎呦，一定要打电话呀！您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好好照顾二少爷啊！是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过来呀！二少爷请，二少爷，稍安勿躁啊！李主任，我的货已经送往2号码头了，您所需要的物资已经在水路上了。喂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肯定是二公子。虽然发生点小误会啊，谢谢啊。这喂，啊，非常抱歉，今天有点急事，各位改天再来吧。好的。你呢，一会儿再去查一下3号病房。哦，好，就按照我说的，看他的体温还正不正常。然后你做好记录，听见了吗？嘿，上官医生，怎么还不下班啊？我今天值夜班。对了，晚上要是有人来找我的话，让他去我办公室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看这里，这是我昨天记录他的体温。这里都是。二少爷，二少爷请用茶。二少爷，那个，咱今天兄弟有眼不识泰山，那个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在您哥哥面前可千万多担待啊！损坏您的物品，我们一定照价赔偿。是吗？那些都是我从香港买来的，好多都是专门定制的。你们两个打算怎么赔啊？那还真赔不起。要不这样，您要打要骂我们认，只要您能出气就成。哼，是吗？啊。大少爷，这二少爷误把我2个兄弟当劫匪了，当场就把枪给缴了。这还好没出什么大事，这是个误会啊！你说他缴了他们的枪？是啊，这二少爷他没有亮明身份，还好没出事儿。这万一要是出事儿了，哎呀，我现在都一身冷汗呢。腰抻直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哎呦，二少爷，回来了。卫平哥，怎么来这么晚？你还说呢？这大少爷一接到电话，放下手里所有的公务就赶了过来。你说你
你回来就让我去接你嘛，要不然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没事儿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警察局的人都认识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回来就好。我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，找个旅馆住就行了，或者你找人把租借的公寓打扫一下，我住那也行。废什么话！回家。二少爷，咱回家。